大家好，又到了 Blender 5.0更新的学习时间。Blender 的修改器有3种的更新，第一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第一种，我们先加修改器，这里有一个 Array，OK，Array 呢它又分成2种就是队列修改器，队列修改器有2种，然后呢还有个新的修改器叫 Curve to Tube 这个我们没介绍过，而还有一个呢叫 Scatter on Surface。OK， 这个呢，之前的课程已经介绍过。如果想找到之前的虚幻引擎 5.0 更新的教程，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御姐 K 带你学 Blender，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金74，然后把这个工具换成这样的，这里就有4页教程文件夹，其中包括第1到第2页前半部分以基础教程为主，已经有了建模的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1、2、3讲，以及做游戏的虚幻引擎5的教程。当然，从第2页后半部分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文件夹。凡是不属于 Blender 的，我都会把它移除。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分类飞得很细很细，都是 Blender 的。而从第一页就有大家可以找到一个 Blender 3.0 加几何节点基础的教程，当然还有一个是 Blender 的更新的一个文件夹。那之前的 Blender 4.2 更新4.0 更新、5.0 更新的教程我都会放在这儿，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全新种草修改器，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新的这个Generate 里面的这个 Scatter on Surface 然后现在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教程就是 Array 修改器。 OK， 好，我们先把它搞掉，我们重新打开一个新的文件，这个我就不存了然后呢，重新打开一个新的 Blender 5.0。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好，我们进入 Generate，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变成片状，这样的话进行队列就容易看了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修改器刚才说了，这个队列修改器在 Generate 里面有2个，一个是Legacy， 这个呢是旧版的 ，OK， 旧版的你可以按照旧版的用，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版的，给大家看一下如何进行使用 Generate 里面的 Array。大家可以看自动自觉它就排成这样了，在它的 shape 形状这里呢，我们有4种，一种是 line 线性的，一种是 circle 圆形的，一种是曲线，一种是位移 transform。 OK， 我们现在呢先说第一种呢，大家可以看见，如果是线性的，你把它加多几个，那它就这里就无一例外的就是这样了，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的这个relative 就是相对的，你把它的 offset 拉长，那它这里呢相对应这里就会有这个空格在那然后 offset 呢也可以把它相对它拉长是这样的，是 2.59 米然后呢这个呢是 endpoint， 就是端点到端点多少的距离。 OK，那如果你是想旋转的话我们先把这个端点移长，然后 offset， 然后呢把它这个移短。OK， 当你旋转它这里呢就会跟着旋转就是现在就是非常方便，是吧？然后呢，好，跟着呢我们现在回去 Ctrl Z 回去然后呢，跟着就是 circle 呢就是变成了一个，按照正常道理应该就是一个圈该按照就是一个这样的圈。那现在呢它有8个，我给多一点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它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如果是个正方形的话，它就不至于是椭圆但现在我们是一片一片的，所以它就变成这样的。但如果你想它变成这样子，中间有个半径的话，那你就把这个给挪开，它就变得半径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当然可以 x 轴按照x 轴、y 轴啊 y 轴、z 轴这样的话也有点像这个陀螺的样子，对吧？然后呢，同样的 distance 这里呢我们还是用个立方体来做吧。我们先添加一个cube 立方体 ，OK。然后呢，在这同样无一例外就给它加这个 array 修改器啊。刚才说过，我们用的是circle，OK。你可以看 circle 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圆形，对吧？如果你给它中间这里加几个，加多几个 ，OK。中间的半径给它拉大它就变成这样了，是吧？可以 x 轴、y 轴、z 轴不用说了，是吧？这里还有 allegiant 的rotation 是按照什么样来排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练习练习，来试一试。OK， 好，然后呢，这些你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做出点什么东西来电脑不就是玩出来的嘛，对吧？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下面都可以打开，当然也可以把它给 merge merge 就是合并的意思 ，OK。好，这里呢，现在我用的是 circle。好，我们现在呢改一下，我们重新加一个plane，OK，不是 plane，sorry，加一个这个立方体 cube，OK。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再加一个曲线 curve 的 Bezier 现在先把这个立方体先隐藏一下。你看到这个曲线是这样的，我们把它拉长一下 ，Edit Mode， 然后把它Extrude，OK，用移动工具把它拉长。当然也可以把它给稍微变成，大家看它这里呢是曲线的 ，OK， 像曲线一样的看到这里是有曲线的这曲线，然后呢继续再一处工具把它拉长 ，OK， 是这样的拉长故意夸张一点。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立方体再打开 ，OK， 然后呢给它加这个修改器 Generate 里面的 Array 修改器，然后这里呢我们就用到 Curve 了，曲线然后把这个 Basic 曲线导进去，是不是？然后呢给它变多几个，然后的 Distance Count， 然后呢在这儿我们选回这个背驰曲线，大家要把它给拉长，就是当我们选这个曲线的时候，是吧？当你移动你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但是当你这个立方体你也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那这个曲线它这个曲线我怎么把这个立方体我怎么给不小心被删掉了然后这个呢我会加回这个曲线这个立方体 OK。那做个这个 curve 曲线这个呢，我想把它的立方体变成一个扁线 ，OK。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背驰曲线在哪里。我刚才加错了背驰曲线加错了 array， 其实就是应该在这个立方体这里加刚才他说的太快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立方体在这儿，然后呢加generate 里面的 array，OK。然后大家可以看见。这里就有的各种轴向，有旋转的，也有直，就是像红轴、绿轴、蓝轴这个各种这种轴向，你可以在这我们选回 curve，OK， 这个 curve 呢cube 这里，然后呢我们选回背驰曲线，那你就看到它的这个立方体就沿着背驰曲线这样过，然后呢，当然它的可以多一点。
啊，这就多一点了，对吧？然后呢，也可以randomize，也可以 randomize 啊。其实我也是在这慢慢摸索，看看它的这个是怎么出来的。scale， 你可以看啊 ，scale， 然后呢 flipping rotation x 啊，它这里的角度还是有动的，只不过说这个角度比较小。然后 offset x 轴啊，它的偏移有多少 ？y 轴偏移有多少，是吧？然后呢，它的这个 distance 就是距离有多少，1米还是多少，是吧 ？OK， 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曲线了，跟着呢它下面就还有个 transform， 是不是？然后 scale x y， 哇，这有点多了，搞小一点啊，你看，然后呢旋转一下，哎，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这个拉的有点长了，不要太长啊。然后呢多一点 ，OK， 你可以看到这样是吧？然后呢再把这个旋转，看怎么样旋转，好看，对吧？如果你把它啊，这里有个 realize instance， 当然你这个 rotation 这里你也可以稍微看怎么改，看看怎么更好看。那如果你想它更加抽象一点，那你可以在这再加 generate 里面有个叫做 wireframe 修改器 ，OK， 然后呢你可以看，哎，这怎么就这个边际因为它的这个不够加厚，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 array 修改器变最小化，然后 wireframe 这里呢给它加厚。OK， 加厚，那它呢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这种建筑，可以啊，建筑里面用的一些抽象的这个框架。OK， 那现在呢我的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啊，大家多练习练习 ，OK， 多练习练习，然后呢看看它还有些这个 array 修改器更新了以后啊 5.0 啊有些什么大家特别喜欢的特效可以做出来啊。好，我现在呢把它变成金属的 metallic，OK，然后呢让它反光，好，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呢在修改器这里 array 修改器这里，你可以旋转你喜欢的度数，啊，可以变多一点，OK，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那种抽象的东西可不也就这样做出来的嘛，对吧？然后呢，我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如果喜欢，请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